这个西装革领、帅气逼人的男人名叫瑞恩，是一名有着3A级信誉的王牌保镖。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，瑞恩收获了豪宅、名表，还有亿万财富。这天，瑞恩像往常一样亲自护送一名客户前往机场，一路上都非常顺利。但就在他微笑着目送客户离开的时候，客户被一枪爆头，领了盒饭。瑞恩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，机场内也是乱作一团。由于任务失败，瑞恩的事业便一落千丈，漂亮的女友也离他而去，并且还失去了业内3A级的保镖资格。仅仅2年的时间，他就沦为了一名邋里邋遢的大叔。但他依旧在做着保镖的工作，只不过现在只能接一些小单，勉强度日。另一边，作为荷兰前总统的老白带着一行人来到了一名教授的家中，他以教授发布叛国言论为由，当着教授的面开枪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。几年之后，教授鼓起勇气来到国际法庭控告老白的种种恶行，希望能将他绳之以法。可老白的辩护律师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教授的指控。无奈的法官只能宣布暂时休庭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，能够出庭作证的证人几乎全被老白杀人灭口，仅剩的一个活口就是被关押在英国监狱内的老黑。老黑作为一名顶尖杀手，为老白处理过不少的事情，所以手上掌握了一些老白的犯罪证据。为了将老白绳之以法，国际刑警联系了英国的监狱长，只要老黑愿意出庭作证，就会立即释放他被关押的妻子。老黑听后毫不犹豫，立即就签下了协议。随后在国际刑警的押送下，老黑被带往几千公里外的国际法庭。而负责此次押送任务的正是瑞恩的前女友丽莎。丽莎一路上都在密切地观察着街道两旁的情况，可就在押送车队经过一处小巷时，前面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押送老黑的车也被炸飞几百米。随之而来的是大批雇佣兵从各个角落疯狂射击，3分钟不到，精英小队就已经全军覆没。很明显，他们的目标就是来杀老黑的。此时的车里就只剩下了丽莎和老黑2人，而外面的雇佣兵正在暴力开门。随着车门被打开，老黑端着武器冲了出来，在丽莎的火力掩护下，老黑凭借着风骚的走位疯狂输出。虽然小腿不慎被打了一枪，还好最后还是将敌人全部团灭，2人顺利逃了出来。随后2人暂时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安全屋。很快上级就给丽莎打来了电话，处理伤口的老黑告诫丽莎这个电话不能接。很明显，国际刑警总部潜伏着老白的卧底，现在必须要找个局外人来寻求帮助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是老白的手下。丽莎听完犹豫再三后，最终拨通了前男友瑞恩的电话。一番威逼利诱之后，瑞恩很快就出现在丽莎的面前。结果在他看到老黑的一瞬间，2人便扭打在了一起。原来瑞恩和老黑多年前就相互认识，一个是顶尖杀手，一个是王牌保镖，免不了在工作中会有接触。作为死对头的2人当然仇家见面分外眼红，便打了起来。最终老黑因为失血过多当场晕了过去。丽莎承诺大壮只要这次能安全将老黑送到国际法庭，自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恢复3A级保镖的认证资格。与此同时，国际刑警总部也发现安全屋有活动的迹象，内鬼得知后立马就给老白报了信。很快黑白2道的人马就包围了整顿大门，一群全副武装的杀手正在追杀一名黑人，而屋子里的2人还在计划着如何逃跑。脾气暴躁的老黑一脚踢开房门，话不多说开始反击，一枪一个小卡拉很快就解决了大半杀手。而此时外面大批特警也冲了进来，瑞恩和老黑只好一边战斗一边撤退，很快就来到了大楼的天台。瑞恩发现已经无路可走，但老黑管他3721，纵身一跃，直接从顶楼跳了下去。看着追上来的特警，瑞恩只能顺着管道爬了下来。接着2人驾车迅速逃离了这里。随后2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林间小道，决定下车撒泡尿休息一下。可突然身后却传来了几声枪响，原来是老白派的杀手又追了上来。在看清楚杀手的位置后，老黑迅速起身，连开3枪，3名小卡拉当场领了盒饭。突然一声剧烈的爆炸将2人炸飞几百米，瑞恩却在地上发现了一部烧焦的手机，难怪他们走到哪都能被杀手找到，原来是被这个手机给害的。接着2人搭上了一辆满载修女的顺风车，在欢快的歌声中顺利来到了码头，然后坐上了去往荷兰国际法庭的邮轮。随后2人便来到了瑞恩在荷兰的住所。可就在瑞恩打电话的功夫，老黑就通过浴室的窗户逃了出去。瑞恩连忙骑上摩托车追了出去，却发现老黑正在悠闲地买了一篮鲜花，而他的身后已然聚集了大批的杀手。很显然，老黑的身份已经暴露。瑞恩一路悄悄尾随在他的身后，替他干掉了一个又一个埋伏在路边的杀手。很快，老黑就在钟楼的顶部放上了花篮和帽子，而钟楼的对面就是关押他妻子的监狱。搞完浪漫的老黑下楼，却遇上了替他扫清障碍的瑞恩。瑞恩愤怒地指责老黑不该如此莽撞行事，可老黑听后却不以为然，甚至还八卦起了他和丽莎分手的原因。瑞恩一直认为2年前客户被杀是丽莎泄的密，因为只有女友知道他的行动路线。不料老黑听后却哈哈大笑，原来那天老黑也接到了一个暗杀任务，结果在机场等待的途中意外发现了日本政客，这个家伙是亚洲有名的坏蛋，于是他便800米开外一枪送其领了盒饭。得知真相的瑞恩瞬间懵了逼，看着老黑笑得龇牙咧嘴，愤怒的他直接一拳打在了老黑的脸上。
随后满嘴脏话的离开了这里，接着来到了一处小摊前喝起了闷酒。老黑随后也跟了出来，却遭到了杀手们的围攻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，一时间街道两旁乱作一团，只剩下瑞恩一个人在小摊前发着牢骚。老黑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下，一瘸一拐穿过对向的电车，然后爬上其中一辆艰难逃生，而杀手们也驱车一直紧追不放。老黑见状跳下电车一路狂奔，话不多说，直接抢下一辆游艇赶走水路。杀手见状随即从四面八方开始对老黑疯狂射击，与此同时瑞恩也骑着摩托一路狂飙，一个风骚走位很快追上了车队，接着又是一个极限走位从后面干掉一名小卡拉，接着避开紧急刹车，然后扬长而去。突然一辆汽车来到瑞恩身后，瑞恩不慌不忙一个点刹减速，随即变相开枪射击，将司机和汽车一起送去领了盒饭。眼看一名杀手架起火箭炮对着老黑的方向就要发射，关键时刻瑞恩腾空跃起，直接将杀手撞翻倒地。这个男人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保镖，此次的任务是护送一名黑人前往国际法院出庭作证，结果他却放着上好的捷豹不开，非要选择一旁的二手福特。另一边，同事告诉丽莎，如果老黑不能按时到达国际法庭，老白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。丽莎随即打通了瑞恩的电话，催促他们加快步伐，一定要按时抵达国际法庭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老黑他们的行踪不慎又被老白的手下发现，一群杀手开着车从后面追了过来，老黑稍不留神，汽车便撞向了路边的隔离带，直接将瑞恩甩了出去。为了躲避杀手们的追击，瑞恩和老黑兵分两路开始了各自的逃生之路。老黑开着汽车一路狂飙，穿越一处草坪之后，更是将车头扎进了河道之中，身后的杀手也紧随其后追了上来，速度与激情再次上演。危急时刻，老黑直接调转车头，对着身后的杀手发起了进攻。最后在河道的转角，老黑一脚油门直接冲了出去，而身后杀手的汽车却被迎面而来的大货车撞飞几百米，瞬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另一边，瑞恩为了躲避杀手的追击，一路狂奔躲进了地铁之中。他本想伪装成普通乘客，侥幸蒙混过去，可奈何自己长得实在太帅，还是一眼就被杀手认了出来。瑞恩连忙起身逃跑，然后利用来往的人群做掩护，有惊无险地逃了出去。而身后两名持枪的杀手依然穷追不舍，瑞恩无奈只好躲进了一家餐厅，不料却陷入了绝路之中。他抄起一旁的擀面杖，开始和杀手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。这时一名持枪壮汉也杀了过来，对着瑞恩就连开数枪。随后他通过窗户再次逃跑。而另一边，由于证人迟迟没有赶到法庭，眼看老白就要被无罪释放，这时法庭的外面突然开来了一辆几乎报废的小破车，负责巡逻的警察瞬间围了过去。只见瑞恩和老黑缓缓从车里走了出来，在警察的护送下一路来到了法庭之上。老黑终于赶在老白被释放的前一秒说出了他曾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并当庭放出了许多老白之前屠杀无辜群众的照片。法庭之上一片哗然，老白眼看局面已经失控，便命令手下紧急启动第二套方案，一辆满载炸弹的汽车朝着国际法庭大门冲了过来。法庭内瞬间乱作一团，老白趁机抢过一名警察的配枪，准备干掉老黑。关键时刻，瑞恩飞了出来，替老黑挨了一枪，而老白则被手下一路护送来到天台，准备乘坐赶来的直升机逃跑。瑞恩告诉老黑不用担心自己，赶紧去抓住老白才最要紧。老黑来到天台3秒钟不到，干翻一名敌人，抢过了他的武器，然后直接开枪打伤了老白的一条手臂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直升机飞了过来，对着老黑便开始了疯狂扫射，一瞬间火焰便吞没了老黑所在的位置。老白以为障碍已被清除，大声朝着直升机挥手示意，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老黑并没有死，还开枪精准地射杀了飞机上的2人，而直升机则缓缓坠毁在老白的眼前。老黑也是人狠话不多，抬手就是一枪射在了这家伙的大腿上面，接着逼他坐在楼顶的边缘，然后直接一脚将这个老家伙从天台上踹了下去。故事的最后，瑞恩和丽莎重新恢复了恋人关系，老黑也和自己老婆抱在了一起，电影至此结束。